这一讲我们进入新的一年，武帝元丰4年。一年之初，武帝照例又是祭神，又是巡游，又是大赦。从冬天到春天，一轮活动做完，夏天照例又是大旱。大概武帝也不担心了，毕竟按照公孙卿的说法，干封3年，这3年过完就会好的。这一年的重点是匈奴问题。这时候的匈奴不但被打成了重伤，还被断去了双臂，安安静静的在遥远的北方蜷缩着，一边休养生息，一边摆出积极和解的姿态，频繁派使者到汉帝国做沟通，说尽了好话，希望恢复当年的和亲关系。汉帝国派出使臣回访，直接和乌维单于面对面。一个全新的局面出现了，乌维单于和列祖列宗很不一样，特别会信口开河，聊高兴了就说要把太子送到长安当人质，不高兴了呢就说从前都是汉帝国嫁公主蒙主过来，还带着丰厚的嫁妆，现在怎么可以颠倒过来，要求匈奴送太子当人质呢？乌维单于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汉帝国这边再派使者确认一下，结果单于又堆起了笑脸，送不送太子都是小事了，单于本人准备亲赴长安见见当今天子，当面约为兄弟。这样的表态肯定会让武帝大喜过望，只要单于肯来长安，不管是约为兄弟还是约为别的什么关系，总之这就构成了朝贡的事实，相当于匈奴正式认汉帝国当自己的宗主国了。我们看看前些年的事情，即便是南越，即便从第一代国君就加入了汉帝国的朝贡体系，但也无非是派使臣、派太子。国君本人总是拿生病当借口，不肯离开自己的大本营。如今匈奴单于准备亲自来长安朝贡，这件光宗耀祖的大事情，怎能不让武帝心花怒放呢？武帝马上拿出了诚意，在长安为乌维单于兴建豪华官邸。官邸落成了，人却左等也不来，右等也不来。那么乌维单于到底是什么态度呢？他的真实意图应该只是想拿空话换实惠而已。但他说了，除非你们有贵人来出使，否则我是不会讲心里话的。话里话外的意思是，不是自己不讲诚信，实在是因为先前那些汉使都是人微言轻的小角色，让人信不过。为了表姿态，乌维单于派出了身份尊贵的使者，眼看着这会带来一连串的外交升级，再有2、3轮往来的话，估计就是你派右贤王出访，我派御史大夫回访。但意外发生了，匈奴这位贵使在长安生了重病，汉帝国努力尽地主之谊，给医给药，但终归没能治愈。下一步怎么办呢？武帝以陆冲国为使者，佩戴2000石级别的印绶，护送匈奴贵使的灵柩回家，还带上了极其丰厚的随葬品。不怕没好事，就怕没好人。匈奴贵使的死只是一场意外，但乌维单于偏要耍浑，栽诬汉人谋杀，为此把陆冲国扣留下来。两国这段时间表面上如同蜜里调油的外交活动就这样终结了，以后没得谈，只有打。匈奴频繁扣边，武帝派郭昌、帐破奴屯兵朔方以东，加强戒备。武帝终于明白过来了，知道乌维单于没有半点诚意，先前的各种花言巧语都是假的。当然，如果说武帝这边一直对乌维单于掏心掏肺，显然呢也是夸大其词了。就拿派陆冲国出使这件事来说吧，乌维单于要求武帝派出贵使，武帝并没有真的派一位2000石级别的高官，而是不知道从哪里看中了这个陆冲国，临时给他佩戴2000石级别的印绶而已。不过陆冲国佩戴2000石级别的印绶出使，给匈奴人留下了一个印象，2000石级别的使臣才是贵使，才能体现尊重。所以后来的汉匈外交活动，汉帝国派出的使臣真的升格了，以比2000石的中郎将为主，看上去不但级别高，还是皇帝身边的亲信。当然这只是看上去。
后来苏武受命出使匈奴，当时他的职位是仪中旧监，只是在皇家宫苑里管理一所马厩而已。但武帝马上封他当了中郎将，以中郎将的身份持节出使。这其实就是陆冲国事件的余波。要知道，苏武如果真的从仪中旧监直接被提拔为中郎将，那简直就是一步登天了。所以苏武这个中郎将连一天中郎将的实权都没有过。《汉书·赵地记》记载，苏武被匈奴扣留了19年之后，终于归国，很诚实地称呼苏武为仪中监苏武，而不是中郎将苏武。然后因为苏武奉使全节的令人惊叹的表现，给他升职为典属国，这才进入了真正的2000石级别。我们回到《资治通鉴》的时间线，进入元丰5年，开年还是固有的套路：出巡、祭神、大赦。这一年，卫青过世，坟墓修成了庐山的形状。这里所谓庐山，应该是匈奴地界里的一座大山，但究竟是哪一座，已经搞不清了。卫青墓和霍去病墓，一个以庐山为造型，一个以祁连山为造型，守在武帝的茂陵两侧。1936年，李淑华先生考察陕西各地的古迹，途经卫青墓，说只看得出是个大土丘而已，并没有任何特别之处。元丰5年，最醒目的大事件是武帝设置13部刺史。《资治通鉴》的记载既简略又含混，大意是说既然这些年开疆拓土，新添了这么多郡县，旧有的行政管理模式就有必要调整一下了。于是武帝设置交趾朔方之州，还有冀州、幽州、滨州、兖州、徐州、青州、扬州、荆州、豫州、益州、凉州等州，一共13部，分别设置刺史官职。这段内容乍听起来既熟悉又陌生。熟悉的是《三国演义》里边那些耳熟能详的地理名词一起涌现，陌生的是一会儿说州，一会儿说部，这两者到底是什么关系呢？而且交趾朔方之州和幽州、冀州那些州是平级关系吗？追溯司马光的史料源头是《汉书地理志班固》所写的一段序论，虽然还是有点语焉不详，但大体可以判断，交趾朔方和冀州、幽州都是平级的州，州和部基本可以看作一回事。但是《汉书地理志》的下文有班固详细记录的13名刺史的负责范围，矛盾突然来了。滨州刺史负责9个郡，朔方郡就是其中之一，但并不存在一个朔方州。班固的序论并没有提到交州，但真的有一个交州。交州刺史负责7个郡，其中就有交趾郡。也就是说交趾和朔方依旧只是郡一级的行政区，要受州刺史呢监察，本身却并不是州。种种矛盾不但显而易见，而且无法调和。我们在《资治通鉴》这一段正文底下胡三省、旁征博引，试图把问题解释清楚，但越说越乱。这个问题直到2007年辛德勇先生发表《两汉州治新考》，才算梳理出比较清晰的眉目。按照辛德勇先生的考证，首先可以确定的是，州和部是两码事，不可以混为一谈。其次，州的建制很可能在汉朝初年就已经有了。根据《尚书与贡分天下为9州的规划，将管辖能力所能及的地方分为9份，皇帝派遣使者代替自己分头视察。到了文帝前12年，除官无用传，出入关卡不必使用通行证了。为了弥补关禁松弛之后可能带来的危害，第2年开始，文帝将原先的视察区改成了监察区，分派中央特派员到各郡监察，看看郡一级的高官和地方豪强有没有违法乱纪的现象。特派员一共有9名，对应的应该就是9州。到了武帝元丰3年，9州拓展为12州。元丰5年的新设置是13刺史部，也就是13个固定的监察区，只不过其中有11个刺史部沿用了12州当中的州名，这才造成了理解上的混淆。
12州当中，中州之所以未设刺史部，是因为被朝廷直管。《资治通鉴》记载的乃至交趾、朔方之州，交趾和朔方之所以被单独提出来交代，这是有道理的。12州当中，除了中州之外，其余11州都设有和州名同名的刺史部，每个刺史部的管辖范围已和每个州的范围相当。在这个基础上，从扬州划出南越故地，设为交趾刺史部，再从滨州划出元朔2年占领的河南地及其邻近地区，设为朔方刺史部。13刺史部就是这么来的。那么问题来了，郡太守都是2000石级别的高官，如果派13部刺史去监察郡太守，刺史该是什么级别呢？我们下一讲再见。